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欢迎回到我频道 Danny 的澳洲笔记。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疫情之后澳洲房地产市场的趋势，然后再说一说在澳洲房产买卖中三个重要的角色：买家、卖家和中介，现在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如果你是走过路过的观众这期你可以当脱口秀来看看，非常有意思，而且能增加你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你是以上三个角色之一的话呢，那么请你把这个视频从头看到尾，肯定会对你有帮助的。一如既往，视频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彩蛋。OK， 第一次看我频道的朋友呢，别忘了订阅一下。为什么订阅？看完你就知道了。那么上一期视频呢，我们说了一下这目前控制疫情的3种最有效的方式，然后就聊一聊这个墨尔本目前4级封城下的生活。哇塞，这墨尔本人民现在真的是无聊极了，一天就2件事一日3餐受疫情的影响呢，其实澳洲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机构呢，对澳洲这个房产预测呢都是非常负面的，就是不论是交易量也好，还是成交价位也好，都是下降的。那么具体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就拿 ANZ 银行做出的这个预测表来简单说一下。大家可以看到19年这个橘黄色的条状，是继18年房产下降之后又再次回升。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呢，可能就还会继续上升。结果2020年出现了疫情，就是这个金黄色的，所以整个房产市场都是下降了。那么天蓝色呢，就是2021年的预测，可以看到还是下降，但是呢，下降的比例基本都是小于4%的。那虽说呢，很多澳洲的这个机构还有经济学家都说澳洲房产市场肯定会下降，但是预测呢，这个下降幅度都不会太大。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你听我说一说下面这个解释，看看有没有道理然后你也可以畅所欲言，把你自己的想法呢写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那么第一个说这个市场下降幅度不会太大的原因呢，就是人口的增长。疫情影响肯定是导致短期内人口下降，但随着疫情有效的控制呢，大量的这个海外人士和移民呢就会再次回到澳洲。毕竟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生活环境在全世界那也是数1数2的。那未来政府呢也是会为了刺激经济，一定呢会和移民相关的政策上做一些优化性的改动。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供应量的下降。虽说这个疫情对澳洲的经济创伤的非常大，但是政府呢在补救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及时，3000多亿的各种补助，再加上银行可以允许就是受到疫情影响这些人呢延缓贷款的还款，所以说就没有出现这种大量被迫出售房产的现象。你知道2000多万的澳洲人里有700多万人是有自己的房产，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呢，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去出售自己的房产的。所以说在未来几个月呢，上市的房源肯定会减少，那么供应量的减少就适度的会保护一下这个房地产市场上的价位。那么第3个原因呢，就是贷款利息非常低。那么未来呢，也许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很可能还会继续下调这个贷款利息。那么对于自住房的买家还是投资房的买家来说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第4个呢，就是小型家庭会越来越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千禧一代 Generation Y 这一代人对房子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那 Generation Y 千禧一代是什么呢？就是81年到96年出生的这些人，他们呢会越来越多的搬离父母的家，去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你知道这一代人在澳洲有多少吗？超过了830万，而且这个数字呢还是2016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那现在呢肯定会更高一些。那这些人总不能住在街上去建立家庭吧？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住房。那么第5个呢，就是以史为鉴。你可以看这个图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开始，历史上任何影响经济的重大事件发生后呢，都会对澳洲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的。但事件之后呢，这个年增长率呢又都会回归到正常。那么以上原因呢，就是很多澳洲经济学家所预测的。虽然说澳洲房地产市场受到疫情影响会出现下降，但不会出现那种大幅度的下降。不过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一定要考虑进去，就是这个中美关系。那么了解点情况的朋友其实都知道，这回真的不一样，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事情。所以说呢，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不定的因素，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些预测呢，其实都是宏观的，而且呢，也会根据这个房产的地理位置、房产的类型不同呢，也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呢，很多经济学家就会觉得，这次疫情呢，对这个公寓楼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为本身买家很多都是海外人士，现在国境边境都关着呢，海外人士都来不了。
这影响肯定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于那种 A 类住房，大家都非常喜欢那种住房呢，其实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买家减少了，但是供应量同样也减少了，所以说一个非常好的房子上市，同样会有几个买家去购买的，因此呢，对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那么之前讲的都是预测，那我们现在具体到这个澳洲房产买卖市场上呢，3类人群，就是买家、卖家和中介，看看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首先呢，就是想出售房产的人，就是卖家。很多朋友觉得现在澳洲经济这么差，出现了9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最高的失业率，那很多人肯定是丢了工作，没有收入，那怎么能保住房子呢？你还别说，这个澳洲联邦政府的补助还真是挺给力的，再加上银行呢可以让你延缓还贷时间，所以说呢还真没有出现太多被迫出售房产的现象。即便呢有想卖房子的人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在持房观望，想看看这个疫情的走向。但是大家看到呢，现在市场上还是有一些房源在出售，当然这里肯定会有一些确实受到经济影响，实在玩不转了，这是少数更多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受到经济影响，而是个人生活方式在改变。比如说这个小变大，大变小。这小变大不是指水喝多了，大变小也不是指饭吃少了，就是呢，现在有人想卖掉自己的小房子，然后去买一个大的房子，因为现在的换房成本确实是降低了，小房子自然卖不出高价，以前你的房子可能能卖80万，现在卖70万，但同样在你买大房子的时候呢，你的价位也降低了，以前可能是150万，那么现在呢是130万，这样你的换房成本降低了。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老年人，他也是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或者健康原因，要去变一下，把自己的房子卖掉，要去买养老院或者买更小的一些房子来住。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买家，房产的购买者。所以说这疫情影响了经济，但你要知道，有一些企业可是从疫情中获利的尤其是和互联网这个相关的这些公司。再加上现在疫情的这个利息比较低，所以说市场上仍旧活跃着一些买家。那么这些买家主要包括首先就是第一次置业者，是受到政府的补助和鼓励，再加上银行利息低，所以说呢就想去买自己第一套房子。那么第二个呢，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是一些生活方式改变产生的买家，比如说小变大、大变小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投资者，但是投资买家呢近期不会太活跃，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边境线在关着呢，所以潜在这些海外租客呢不会那么活跃，所以自然呢这类买家可能要等到这个边境线开放之后会稍微活跃一些。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房地产中介。这个行业说句实话本来就是一个淘汰率非常高，你需要这个中介有着极强的自律性，所以说这个特殊的时间呢，这个淘汰筛选呢会更加明显，尤其是对于处于这种4级封城状态的这个墨尔本来说。因为从8月5日开始呢，在墨尔本除了与房产交割和租赁合约结束相关的服务之外呢，所有的服务都不允许现场操作了，比如说带人看房、拍卖、办公室签合同等，所以很多中介呢现在基本都是闲置在家了。那么在家这段时间呢，就能筛选出将来谁会留在这个行业，谁会被淘汰。那靠什么呢？就是看你在家都做过什么。那么那些即便在家也要去打电话联系客户，建立自己客户 database， 就是数据库的这些中介，那些坚持每天学习的中介，那些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自己精力的中介，那么在这个大浪淘沙之后呢，就会留在这个行业里。而那些呢把这个限制期真的当成了假期来过的中介呢，很可能在疫情之后呢就会被淘汰。原因很简单，因为市场就这么大，疫情之后呢还会去缩小，所以说优胜劣汰的竞争呢会变得非常激烈。那么你在闲置期不去认真的准备，你又怎么可能去留在这个行业呢？其实看过我很多期关于澳洲房地产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在澳洲的主流房地产市场里就是二手房带土地的二手房，不是楼花公寓那么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去找房源、拿房源。那么找房源的方式很多，比如说 cold call 打电话，然后 door knocking 去敲门，还有呢就是通过 open for inspection 开放呢去获取房主的信息。那么因为今天时间呢确实有限，我以后呢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告诉大家，现在很多顶级 agent 用到了一种非常省力而且又特别有效的找房源的方式。所以说呢，你要订阅上我的频道，并且呢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新的视频出来你就不会错过了。OK， 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千万不要走开，后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彩蛋等着你。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喜欢的话呢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并且关注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团购，然后吃团购，吃团吃。